有飞碟其实也很正常，就是外星人的存在、飞碟的存在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对，那你的那个宇宙观是什么样子的？你对外星人有什么样的理解？我觉得外星人肯定存在，但是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的官方或者说我们的媒体就是不承认外星人的存在，而且也不报道外星人，就是而且外星人也没有主动的说是跟人类去建交或者说是接触，就是嗯不是说个体的接触啊，可能像莱斯塔档案这种个体的接触可能有，但是像那种大规模的，就是群体性的接触，我还没到现在还没出现。我觉得这可能是受到某种就是像他们很多写那种科幻小说，还有就是这些玄学数据里面讲的，就是可能是有某种宇宙的规则或者说法律在限制这种外星人跟人类之间的这种往来吧。我嗯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人类被另外一种更高级的存有隔绝了跟外部的沟通，就相当于我把你关在一个黑屋子里边，你跟外界就没办法取得联系了，类似于这种嗯吧。嗯，我觉得目前跟外星人有关的这种理论啊，或者说是研究，真的非常多。嗯，我个人觉得比较可信的就是像大卫艾克的，还有一个就是叫做艾利克斯克利尔的。我觉得这两个人的理论，我觉得比较可信。当然，这只是也是我的一厢情愿吧，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说是亲身的去跟外星人接触，我只能说是通过这两个人他们的研究，然后还有我自己在互联网上看到的一些外星人的一些资讯呢，总结起来，我觉得这两个人讲的东西比较可信，然后他们的可靠度要高一点，只能做出这种判断，但是也不能说是说他们两个讲的都是对的，他们两个讲的就是外星人的真相。但是我内心里面是绝对承认外星人肯定是存在的，然后肯定不止一种外星人，外星人种类肯定也非常丰富，就像是我们自然界这些动物一样，种类非常多，然后数量也非常多。只是说不知道什嗯么原因，我们人类跟外星人好像隔绝开了，就是没有一个正面的接触，或者说是公开的接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人类本身可能就是外星人，这也是一个很多很多人会聊到的一个话题，我觉得也是蛮有可能的，就是因为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它其实跟自然界的很多生物还是蛮有差别的，就是它跟我们的这个自然界其实很多方面就是有一些差异吧，它不像是地球上原生的很多生物，它就是那么的符合这个系统，符合这个体系。人类其实还是有蛮多生理特征是让人觉得挺不可思议，或者说是让人觉得联想到人类可能也是一种外星生命吧。比如说有哪些生理特征？就比如说人是一个直立的，是一个无毛的，是一个拥有发达的大脑的，就是它嗯跟自然界的其他动物其实区别特别大，就是进化的话，如果按照道理我们来进化的话，为什么只进化出人这一种有智慧，然后又能直立的生物呢？就是还有灵巧的四肢，而且还无毛发。其实自然界其实是一个非常，嗯，就是它是非常它的环境是蛮恶劣的，
人类的这种进化方式就是跟自然环境不是特别能适应，就是我们相当于走了一条跟自然界其他动物完全不同的进化路径，或者说有可能人类就是天外来客，它本身的这种独特性，它就打破了这个自然界的平衡嘛，就像现在我们对人类对地球的改造一样。对，可能这个事件对地球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意外的，或者说是外来的事件吧，这也是一种猜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作为一个科幻小说素材来说，还是蛮有想象力的。对，那你前面说到了大卫他们的那个理论体系大概是什么样的？像大卫艾克的话，他就是讲蜥蜴人嘛，这个其实网上一搜很多，他就是讲我们人类其实是被蜥蜴人劫持了嘛，就是蜥蜴人他是来自这个天狼座阿尔法星的一个外星物种，然后他们本身的频率比较低嘛，就是他们是一种低频生物，他们非常的冷血，他们非常的嗜血，然后同时呢，他们又有很高的科技水平，他们通过一些就是科技手段，还有就是通过对地球代理人的这种扶持嘛，然后实现了对人类的这种管控吧，或者说是对人类的这种饲养吧，就类似于人类是蜥蜴人的饲养的一种动物，然后我们就跟那些羊啊牛啊一样的成了他们的食物。我觉得他说的挺在理的，就是这个理论你第一次听的话你觉得非常的荒谬，但是如果你真的像艾克一样，你去一点一点去拆解每一个逻辑链条，去拆解每一个可能性，去了解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的话，你觉得还是有可信度了，就是它能解释很多我们当下发生的很多事情。就是当然我也不是说他说的就是对的，只是说我觉得在这种浩如烟海的互联网信息里边，他的信息我觉得还是蛮可靠的，他做了很多的研究，他不是张口就来。就是我一般看一个信息，我主要就是看他这个人他的出发点是什么，然后还有就是看他有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投入足够多的精力，然后他这个人说话有没有逻辑，讲不讲道理。我觉得一个综合的判断，我觉得大卫艾克他讲的信息是蛮可靠的。对，那他有没有提出什么解决方案呢？就是因为前面凯文他不是说了吗？他说他当时看他亲戚家养的一头猪，然后就想到啊，那猪那么可怜，他都不知道他一辈子都被圈养在那个猪圈里面，而且迟早都得挨一刀的。但是幸亏他不知道了，这样子每天都有的吃有的喝的那个就是处于那种无知无畏的无知的状态生存下去。但后来他又转念一想，他说难道我们人类自己不也是一头猪吗？就是也是相当于在被框定好的范围内，只能去做自己就是相当于有一些都是很不自由的一些行动。那大卫艾克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怎么样来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们了解真相，了解这些阴暗面，它并不是说让我们聚焦在这上面，就是聚焦在这些令人感觉到恐惧不安的信息上面。我们了解真相是为了让我们找到自己人生的定位，就是认识到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负面情绪，我们这些社会
为什么会这么的反人性、反人类。你只有找到它的原因之后，你才能说是去解答它。就是可能这些信息真的是非常令人恐惧的，非常令人不安的，但是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解决问题的话，你就得面对这些问题。如果你连面对的勇气都没有的话，就是那你就只能做一个无知的羊群或者无知的猪了。这种人生是非常无力的。就是他给的解决方案，一个就是我们首先要面对它，去了解它，去知道我们为什么人类活在这样一个困境之中，然后我们不要聚焦在这些阴暗的东西上面，我们反过来要去聚焦我们的精力到阳光、积极、正能量的方面去，就是勇敢的去表达我们的爱，然后去爱身边的人，用我们的这种积极行动去化解这些富有的这些势力对我们人类的挟持，对人类的掌控。就是像蜥蜴人他们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把人类从一个高频的位置拉到一个低频的领域去，就是因为他们本身是一个非常低频、非常负面的生物，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这个维度来，所以他们就想办法把我们所在的维度去拉低，拉到他们的那个水平，这样他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维度。就类似于他把我们作为了他的营养供给嘛，作为他的食物来源，然后他不希望我们脱离他的掌控，他就把咱们维度降低，他通过跨维度的操纵让我们越来越接近这种低维的世界，然后你就成为他永久的奴仆。但如果我们就是通过爱或者通过积极正能量的行动去改变我们周边的人际关系，去改变我们的生活境遇，去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态，让自己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很轻松，那这些负面的蜥蜴人他就渐渐的掌控不了你了，就是你的维度、你的意识水平就已经上升了。就是跟我们你说。对，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承认它有这些阴暗面的存在，但是同时也要拥抱这个世界，我们要用爱来用这些正向的行为来化解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阴暗，然后成为一个很快乐的能够自主独立的一个人。对，就是一个是我们要有勇气去面对这些阴暗的东西，因为这些阴暗的东西当你不认识到它的时候，它就老是躲着藏着，然后去吸取你的能量，然后去损害你，然后你还不自知。所以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它们这些阴暗东西的存在，然后我们把它们一点一点的就是跟我们剥离开，让他们对，不要让他们影响我们的幸福生活。对，那刚刚就是你说到了大卫艾克他的一些理论，然后他说到这个世界是由蜥蜴人控制的，然后有很多那些阴暗的面，那能不能就是举一些例子，有哪些是我们每天都在遭受，但是却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有一些就是在损害我们能量的事情？其实我们生活中也能感觉得到嘛，就比如说我们工作啊，或者说学习啊，跟人沟通交流的时候，你会觉得跟有的人在一起，或者跟在某一个团体或者某一个环境中，你会觉得人非常的内耗嘛，然后你的情绪也会受到打压。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控制吧，它就是一种负面影响嘛。蜥蜴人他的食物跟咱们
就是按照大卫艾克的说法，就是蜥蜴人他需要的食物跟我们人类想象中的食物不太一样，蜥蜴人他吸食的是人类的负面情绪。啊，当然据我了解到的，蜥蜴人不只是吸食人的负面情绪，他同时也吃人的血肉，而且他主要是吃婴幼儿或者年纪较小的人类，就跟人喜欢吃烤乳猪一样，就是这些血肉他们可能也是吃的，不是可能，他们也是吃的，然后他们同时也吸食这种情绪能量，就是人的负面情绪，这种能量他们可以把它收集起来，而且他们可以使用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就像是迪士尼拍的那个电影，就是叫做怪物电力公司还是怪兽电力公司。对，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派一堆的怪物去恐吓这些小孩，去惊吓这些小孩，然后这些小孩产生的这种恐惧，他们就把它收集起来，就成为这些怪兽他们的电力。啊，对，这个电影它也不是瞎拍的，它其实肯定也是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然后进行了一些艺术的修饰，然后改编出来的电影。我觉得挺可靠的，就是虽然听起来确实很荒谬，但就是如果你沉定下心来，真的去一点一点挖这个兔子洞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一层，就是人类它目前构建出来的这个体系，它就是如果你要追根溯源的话，它就是可以溯源到蜥蜴人头上。哇，那蜥蜴人他们居住在哪里呢？那是在另外一个维度吗？它不在另外一个维度，它就在我们这个维度。它有两种，其实一种就是在我们更低的维度里边，它不在我们这个维度；还有一种就是跟我们这个维度共存的，就是比我们这个维度更低的，然后它就不能在我们这个三维或者说我们现实世界当中出现嘛，它就类似于一种灵体的一样的存在，它在一个更低的维度里边。然后呢，如果它显化到我们这个三维的话，它通过跟人类杂交，然后或者说通过蜥蜴这个物种的一些改良，或者恐龙的这个物种的改良，它显化到我们这个三维世界，它就是蜥蜴人嘛。这个蜥蜴人他住在哪儿呢？这个我之前提到这个 Alex Collier 他有讲过，他主要是住在地下嘛，住在离我们大概10几公里的地下。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也没办法去验证，只能说就是这只能算是就是一种道听途说吧。我觉得满足一下好奇心是可以的，就是蜥蜴人到底是否真的存在我们这个三维世界，我也没办法说肯定，就是这都是我觉得比较可靠的一些人他们讲述的他们的了解。就是像大卫艾克的话，他的了解主要就是从那些他看的书，然后他接触的那些灵媒，然后他接触的那些政府啊，或者说是有高级职位的一些要员，跟他们沟通，包括他接触到的一些娱乐圈，一些宗教人士，然后他综合去结合这些信息，然后得出了这些东西，这一套理论。然后像这个 Alex Collier 呢，他的内容他主要也就是跟那个仙女座的一些灵体去沟通之后得到的，类似于那种我们之前讲的就是出体嘛，或者说是跟外星人进行沟通嘛，跟外星人进行接触的一些案例，类似于这种。
那是不是仙女座的外星人是善意的，而这些蜥蜴人、天狼星的外星人是恶意的？他不是天狼星的，这个啊，蜥蜴人他是来自于这个天龙座阿尔法星天狼座啊。那他是比人类早到地球，还是什么时候来的？我觉得 Alex 他有讲过，他就说这个天龙就是天龙座的这个天龙座阿尔法星的这个蜥蜴人，他是从12000多年前来到地球的。好像不是12000多年前，是大概就是几万年前吧，就是应该是比人类早到的，就是应该不是几万年前，我说错了，你可以把这段剪掉。就是没关系。Alex 他讲呢，就是这些蜥蜴人他们是第一批来到这个地球上的外星物种，就是可能是几十万年前了，就是久远到可能我们人类还没有出现呢。哇，对，哇，那他比人类还要早到。对，他们比人类早到。对，那包括蜥蜴人，因为考古学家他看到的那个恐龙，发掘的恐龙的那个骨骼，那是考古学家他自己拼成那个样子的，他有可能是直立行走的呀。包括你说恐龙它的皮肤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羽毛？难道就是长那个样子吗？那是后人想象的，但是你真实的恐龙的话，你也不知道，所以就是有一些蜥蜴人，他说他是那种就是直立行走的，他也进化出了文明，但是他们，因为我之前也听说过，因为你看有一些明星啊、政要啊，或者是说那些就是很有权势的人，他的孩子，说是什么夭折了，或者是说那个不见了。但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们是跟那个蜥蜴人达成了契约，把他的孩子拿去献祭去了，就相当于给蜥蜴人吃掉了，甚至说是给他那个作为那个，这个他其实不一定是献给蜥蜴人了，他可能只是他的某一个晋升仪式需要用到一个婴儿罢了。就是当你到了一个很高的层级，你的每一次晋升可能都需要你的一次献祭。比如说你需要提拔你了，但是条件呢是献出你的孩子，或者献出你的妻子。这种其实我们常人很难理解，觉得为什么这么残酷，但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就是这样的，它需要你做出这种牺牲，做出这种绑定。当然也可能就是像你说的，就是需要献给蜥蜴人。因为蜥蜴人他们需要吃这些血肉，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有时候做一些召唤仪式，需要做一些降临仪式，需要去做一些活人献祭一类的事情。那是不是说在那些台面上的那些顶流的那些明星，国外的然后包括那些政要啊，他们其实都是跟魔鬼达成了某种契约的人？我觉得真正跟魔鬼达成契约的人应该非常少，就是大部分是跟人达成契约，只是呢他的契约形式呢是参照跟魔鬼的契约形式来做的，就类似于你领导喜欢敬酒，喜欢做某件事情，这些下属都会去争相模仿。就是真正能够跟那些跨越维度的生物去沟通、去交流，然后去做一些契约的人，这肯定是少数的。就是不是说是我们看到的这些顶流的上层的人，他们都跟那些负面的实体有这种魔鬼契约。我觉得不一定，但是其实呢，他跟谁签契约都一样，就是他跟人签契约还是跟魔鬼签契约，他其实都是站在那个战线里边的，只是说对象不同而已，只是说有一个中间人而已。
嗯，哎，这个怎么突然沉默了？就是我就觉得很阴暗，这个跟我了解的也是很类似的。然后，嗯，陕西汉族和回族在清末的时候有一个陕甘回乱，然后当嗯时互相之间屠杀，死了很多人。嗯可能是因为那个原因，就是可能就是对回族还是有点敏感的，或者说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对伊斯兰教有点不信任。嗯嗯，在1970年代的时候，当时是说他们就是说他们确实是那种代理人，就是相当于蜥蜴人跟那个代理人通灵嘛，然后代理人什么团体呢？生存政府了，然后就是他们搞了一个什么国际的一个阴谋大会吧，70年代的时候他就说我要把男人变成女人，女人变成男人，嗯那个时候谁信呢？我们所有人都那么保守，没人信他的，结果你看现在西方这边开始支持这种平权，支持这种那个就是 LGBT 吧，LGBT。你看，嗯你说爱尔兰之前它是一个很保守的天主教国家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那些什么神父啊都是白莲花或者我就拿爱尔兰来那个举例子，嗯他像之前他们就是他们见到了那个牧师嘛，天主教的牧师，就跟你看到了我们学校的校长一样，特别的尊重，而且爱尔兰它也是一个就是法律禁止离婚的，很少的，他法律他是一直到1998年的时候，他才给他改了，他说你那个结婚的话至少要过多少年，要超过多少年，所以后来，他对那个婚姻家庭他是非常的那个还是比较保守的，对对，很看重的，对，然后，结果后来你看这么多少年，首先是教会在2002年的时候开始出现丑闻吧，就是崩塌了，后来的话就是深层政府那边看到，觉得他们完蛋了，那就直接就墙倒众人推嘛，然后 BBC 那些开始大肆的报道，最后以聂老叔是害了一国州，然后现在基本上他那些就是欧洲这边信教的，你别看他在户口上的都是写天主教，但是实际上30%吧，30%的，然后剩下70%都是无神论，就相当于我为什么必须得塑造一个神的存在？这个东西我自己可以过好自己，反正就是受到现在媒体的影响吧。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那30%当中的话，真正去教会的，真正是相当于遵守他那些教义的，也是更少了。你看他现在，他之前他那么重视那个就是婚姻家庭，反对婚前性行为，而现在的话，你看他那些女孩子，14岁的时候就把男朋友带到家里面过夜，父母的话就默认，然后再就是他那些家庭观嘛，就是越来越崩塌。但我也没有说必须得那个什么要得那么的严格，但你看他完全到了另外一个反面，然后你同性恋的话去做总理，然后他那些到处都会有一些所谓的政治正确吧，就是有一些那种彩虹旗，酒吧门口啊或者怎么样的有一些那个彩虹旗，而且我在街上的时候，当时也是看到有2个就很年轻打扮很时髦的爱尔兰的女性，她们直接在街上接吻，就是直接在那个晚上街上接吻，然后他对一个国家的塑造嘛，可能就是那么一代人就给他彻底的那个改变了。是这样的，就是人群是非常容易控制的，就是个人其实是很难改变的，但是人群非常好操控。就比如说，你是一个正常的男性，然后异性恋，如果我想把你扭曲成一个同性恋，其实这还是蛮难操作的。但是如果你是一群人的话，其实挺好操作的。就是人，因为他有一个从众心理嘛，而且人他就是在人群中，他更容易就是迷失自我，对，随大流，对，随大流。所以其实就是像你说的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改变，其实它都是通过短短的几十年就可以实现。对，而且因为我突然有很多东西涌现在脑海里面，但是慢慢说吗？不知道，你是看大卫艾克的频道，还是说通过读书，才了解这些的？大卫艾克他做了很多的演讲啊，我最开始就是看他的演讲嘛，然后也看了他的一些书，然后这些书在国内能出版吗？
我没找到过实体书，我主要都是看电子书嘛。互联网上你去搜这种东西太多了，就是啊，这个东西肯定是有管控的，但是呢，就是你用心的去找的话，这些资料都能找到。就是说，互联网因为它是一个相当开放的世界嘛，你要想对它实现一个完全的信息管控，其实是很难的。对对，就是所以我也觉得互联网是一个特别好的平台，就是它让人类看到了很多希望，但是同时它也更容易的让人类走向深渊。那还有哪些东西算是深渊？很多呀，就是如果你要具体到细节的话，宏观的来说，就是整个人类的意识水平向低维去靠拢嘛，人变得非常的畜生化嘛，人不再像人嘛，人失去了他的人格，变得跟猪啊、狗啊、猫啊一样的，就是完全由他的生理欲望来驱动，然后再堕落的话，他可能连猫啊狗都不如，就变成了像是机器人一样的，就是他完全靠指令来驱动。哎，对呀，然后如果你往上走的话，那你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意识都会更加的清醒，然后他会去发展自己的个性，世界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我觉得像你刚才说的同性恋的问题，其实同性恋是一个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就是我们人类出生的这些婴儿当中，它就是有一定的比例会出生一些先天性同性恋的群体。但是呢，这些负面的势力，他们就抓住这种就是特别小众的这一个问题，把它给放大化，然后通过一些舆论，通过一些他们的新闻媒体，把它变成了一种时髦文化，就导致很多原来正常性取向的人都变成了同性恋，或者说他通过一些做手术啊，或者说是就是性格上的改造，就导致同性恋泛化了。这种泛化，它其实是对个人的影响是很严重的。就是，如果你是天生的同性恋，那么这种性别取向其实对你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扭曲的性别转换者的话，你的人生将会受到非常大的阻碍。就类似于你是一个中国人，那你做中国人肯定就是没什么阻碍啊，你本身就天生的中国人嘛。但是我现在把你扭曲成一个美国人，你本来就是一个黄皮肤，然后中国人的面庞，中国人的口音，但是你现在非得说自己是一个美国人，还得学习很多的美国文化，然后你去寻求这些美国人的认同，它其实难度就上升了很多很多。就是对对，我们做自己永远都是最容易的，但是如果让我们去做别人，我们就会感觉到焦虑，感觉到困难重重。哎，对，所以就是他很多那些操控嘛，包括其实广告，我们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广告，那也是那种就是他来塑造分离的，就是他告诉我们好像这样子就更好，然后好像是说我们要那个宣扬个性啊，宣扬什么意识形态，或者说呢有更好的包包、更好的那个车，更大的房子，但是其实它本质上它都是，你不要被那些宣传的东西给带偏了，你始终要以自己为中心嘛，你不要就是被这些东西给操控了，去做一些违背你自身利益的事情。对对，就类似于你被一个人贩子拐卖了，但是你还是帮着这个人贩子去赎他卖你获得的这些钱，你还给他帮忙，这看起来很可笑，但是他就是
每时每刻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对对，我们现在时间只剩下10几秒了，就是关于那些更多阴暗面的事情，我们下一期再开一期接着聊啊。行，那预示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好。好，非常感谢啊，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